昨晚更夫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尸首，全身赤裸，死状甚是可怖。但是，这行凶之人手脚甚是干净，现场除了一些血迹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。方伯在初检之时也未能有所发现。这条暗巷虽远离主街，却连接着诸多的小巷民宅。行凶人想绕到这儿，必定会经过其中的巷道。可有人见过形迹可疑之人？属下已着人排查，除了昨晚的更夫之外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。人血颜色不会如此暗沉，像是掺杂了什么其他的东西，但是含量太少，看不出是泥沙还是什么。血迹这么少，行凶之地定在别处。我们去周围看看。这是何处？凤栖楼，京城有名的花楼。哦，那彩旗是花楼特有的标志，我没有去过，我一看就知道这个。这后有酒肆，前有花楼，喝醉了来此小巷方便的阿扎之人甚多。先去看看尸身再说。殿下，下官见过君主。该叫九先生。这未免有所不敬吧？郑夫人不必多虑，想必九先生也不是那等拘泥之人，如此称呼，在外行事，也是为了更为方便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九先生。不知这位上官该如何称呼？这位是李四卿。李四卿，这位是九先生，之前在豫州未能引荐，这次算是补上。之前就有听闻过李四卿的事迹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初次见面便知我性喜随意，实在佩服。九先生别客气了，此番尸身死状凄惨，败坏严重，快去看看吧。眼下尚在春寒，尸身为何败坏严重？因为死者的皮肤全都被人剥去了。生莲，这尸身送到的时候，我就命人家冰盆保存。可是眼见着还是迅速败坏下去，确实败坏严重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狠毒的手段。你说的没错，行凶之地的确另有他处。如此程度的外伤，受害人死前必大量失血。在下也不曾见过如此模样，请九先生赐教。皮肤是保护肉身的最大屏障，没了这层皮，血肉暴露在外，便会招致病气蝇虫，加快腐烂速度，这也是外伤容易破溃的缘故。记：剥皮案2件，受害人剥皮男尸。出去吧，我来。郑夫人，我七哥在哪儿？记：死者为男性。
身长为5尺半，下颌被卸下，应是防止受害人说话或自尽。全身皮肤皆被剥掉，创面都已败坏，以致面容无法辨认。根据牙齿和骨节的生长程度来看，死者应是刚籍贯不久。年纪轻轻便遭此祸事，看来许是流连烟花之地的报应。我以为李嗣清身为刑官，应懂得谨言慎行的道理。口鼻内无迷烟等异物，后脑有轻微凹陷，像是被钝物击打所致。即胃中尚有食物残留，最后一餐距死亡时间应在2个时辰。根据食物残渣可以看出，最后一餐吃的是螃蟹。这时节蟹虽少，但是一些大酒楼会给富贵人家备着，可要搜检全城的酒楼？不可，圣上特地叮嘱，此事关乎经济安防，万不可惊扰百姓，引起恐慌。可能辨出是炒蟹还是蒸蟹。有何不同？发现尸首时，死亡时间不超过2个时辰，说明凶手剥皮地点与抛尸、绑架地点不会离得太远。而那抛尸的暗巷，前有酒楼，后有凤七楼。那酒楼擅长做炒蟹，而凤七楼蒸蟹远近闻名。年纪轻轻就不学好。朋友们应酬去一趟酒楼怎么了？况且，那个蒸蟹是燕离告诉我的。那就年纪轻轻都不学好。胃中没有重量残留，是清蒸蟹。是。翟捕头，速去凤七楼查一查案发当日下午及晚上有哪些客人点过那蒸蟹。是。九先生推案鞭辟入里，不禁令下官想起一个人。何人？正是下官的恩师，尊讳沈毅沈公。九先生勘验时眉眼间的肃穆，与下官的恩师勘验时的风采如出一辙。我本以为九先生的勘验之术无人能及，若是沈公尚在，或许还能切磋一番。是下官唐突了，圣上还在等着下官回话，告辞了。李大人慢走。我们去刑部大牢。这么着急？他既说我与沈公有几分相像，那我便要尽快了结沈公留下的遗憾，才能不负这一荣耀。我觉得李慕云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。兵法上有一计叫打草惊蛇，他从未见过你，就算在勘验的时候怀疑你，他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但若你当真，反倒中了他的试探。我险些因小失大，行事还是沉不住气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换作是我，早就一刀把他杀了，酿成大祸。你才不会呢！你是我见过行事最谨慎的人，从来不会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。但此番回京，我没把握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可是因为你父王，他不听我的，谈何把握？现在我担心的是晋王兄和沈公的案子，我去刑部找他们的卷宗，竟然全被封存了起来。看来此事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。
我今日见到李慕云提起我爹时的神情，竟毫无愧色，只觉得他厚颜无耻，甚觉气愤。可现在想起来，他若真的问心无愧呢？若他真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若我父亲他真的忘记我，婉儿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咱们刚回来，先要在刑部立好脚跟才好行事。你信我，真相早晚有一天会水落石出。咱们就一步一步，慢慢的查。九殿下现在已经能说话了，等他情志稳定下来，我再问问他，是否记得当年瑾妃的事。好了，不要想这些了。你累了这些天，要好好休息。到了刑部大牢，可不是能舒服问话的地方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这边，这玩不动了，你们来接住我喽！来了，公子。舒服，来帮我再捏捏肩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们接住我吗？是何人扰张仙人我清修啊？张栋玄，你是想继续吃冰糖肘子，还是在这死牢当中等着斩立决？才吃一顿肘子就进这药厂，世子殿下未免也太不大方了。只要你知无不言，我保证，你每天都有羊肘吃。果然是女子，小世子，我张仙人灵验吗？你不过是因为让你洗干净再见人，你便推测来者爱结，必是女子。非也，非也，这世上何止女子爱结，贵人们哪个不爱结呀？且京中盛传，世子殿下不近人情，他专程来监牢吩咐你梳洗干净，再出来见人，可见是他敬重之人。除了太后、圣上和瑞王，能让他如此用心的，只有他心仪的女子了。我说的对吗？用词郡主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我还有个本事，张相是可能推断出来。你这个小女子的心，怎么比那个世子还要狠毒啊？张相是还不肯露出真容吗？我靠这一招行走江湖多年，无人识破。小郡主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虽知道要用耳朵去找说话的人，但稍加留心便看得出来，你能感知到光影的变化。奉劝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藏头术了，对眼周经络不好，用久了会伤及目力。连藏头术你都知道，药王谷的传人果然是有几分本事啊！你既知道永慈郡主出身药王谷，那你就应该明白，这世间也只有他能够为你洗清冤名。那你们得先告诉我，这京城剥皮案的凶案现场是否会有黑色无意花的图案呢？眼下尚未找到凶案现场，但是抛尸处和尸身上却有少量朱砂。还有其他类似的案子吗？仅此一案，与观音镇案相仿。嗨，你因此捞些好处，无碍大局。可若是儿戏人命，你就等着死在这大牢。你连凶案现场都没有找到，怎么能够抓住真凶啊？
再说了，才死了一个人，怎么就能和观音这有关了？得找出类似的新案，才能和旧案相关联吧？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，等着无辜的人继续惨死吗？我们不仅要查案，更要止杀。只有事先知晓行凶人的谋划，才有机会救出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得到一具具尸首。小郡主，你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吧。6年前，你为何会卷入观音镇那3起案子？你可知当初沈四清为何认为我并非真凶吗？因为在命案发生之前，我几乎就已经是个废人了。参见陛下。儿臣见过父皇。金鹰翠萼带春寒，黄色花中有几般。听君语向游人道，莫作慢惊。哼，花眼看。好啊，不知太子眼中谁是迎春，谁又是慢惊啊？回禀父皇，儿臣今日游园时，见满园花树，独迎春敢与狐眉争艳，一时兴起，便将前人的诗提了上去，实未多做他想。既然太子已经有了游园的闲情，那想必骇人听闻的剥皮案已见分晓了。七弟与永慈已奉旨前去看验。你可知他们人在何处？应尚在勘验。剥皮案的卷宗，你可亲自看过？儿臣正欲明日。又是明日！哼，好一个明日啊！